có lo bò. Ủa, ai tính lo à? Hả? Nó xì xì rồi. Đi anh, nói định tránh đi ấy hả? Chứ hả? Hả? Ngon không mình kem bồi lại à?那本来就要给改完了处理了，那过来过了那就改个给个这个改给来给有钱啊。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但是过程极其繁杂，没有耐性，难以处理。店里只做6种卤味，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处理的那就想麻烦了。我哋其他主要就是那就等就叫辣，就鸡啊，该处理白的哈。đó đi chủ lại cái quẻ xế chui đi rồi bà cả chinh chủ你就处理干净了，你多给卤。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儿，小火煸炒几分钟即能逼出香味儿，倒入布袋，每家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一阵晒白了就加了就简单就可能创新哇，简单就可能改哩，我这适合大整哇。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后，加入1勺开水，糖色魔术般变得锃亮透红。让它煮到开为止，然后就下生抽、老抽，还有一路，还有下糖，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食材的属性不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陈子明会把6种食材分锅煮，而不是一锅烩。卤猪肠、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愿意费功夫，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边，林义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来，周国兴每天只做1种食物——果汁皮，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2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Chàng lại kia. Lại, Hoàng gia sinh đi khó gì? Chia đi nó định yếu. Gia cái gì đi rồi à? Ông đi ở sạp cưng ấy. Sạp cưng à? Sạp cưng với khó lên, với bỏ ca, chập quả cưng nè. Cá chú gia khí cơ liệu hả? Mỗi lần chú tôi hả? Rất khó. Cá quên, cá cái lại. 回到店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葱粒儿，小火不停地翻炒。20分钟后，翠绿的葱粒儿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牢，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位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潮
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5的鹅。战斗力爆表的大鹅，面对广东吃货，最终都化为一句：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而这话带到潮汕，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掳的命运。潮州有句俗语叫“无鹅不成宴”，掳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乡的狮头鹅，更是让掳鹅红遍全国。狮头鹅呢，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就是应的化身，有什么好事啊、喜事啊，都会掳一只这个狮头鹅。从小对掳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是拥有1万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正面观之形如狮头，因而得名。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犹如身披铠甲。要比个头，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养得越久，身价越高。养到2年以上，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那就养到4、5年。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每天7、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柴火大鼎，古法卤制，虽花功夫，也更添人情味儿。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淋卤汁等工序。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它不会收汁了。我就只能这样子做。如果去换别的方式，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这个吊汤呢，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它更容易熟嘛。一般一只鹅要吊2次、3次。大火煮开，转文火。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老鹅时间更久，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卤鹅的灵魂在于卤水。在潮州，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吃我们潮汕的卤水，所以我自己养的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比起其他姜种，南姜少了些辛辣，还略微带甜。至少要种植2年以上的老姜，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为此，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10几亩地，专供自家卤鹅用。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就是比较老的；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就比较嫩，越老越香嘛。姜还是老的辣。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又重新再挑选一下，老的就拿来卤鹅，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老師啊，啊咩成日食咩？蒙呢就做照嘅滷水，呢度就直一個果啦落去。我哋落個果啦，落果啦呢，細隻到滷水就定係指望滷水後，伊正食出個夠。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请来了潮菜非遗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1、2。
我問呢度你要落啲蓮仔頂香啊，即係落咗夠型係嘛？佢滷水是好落丁香，但作為我個人嘅意見，甲從到正解伊每一份嘅，我就反對落丁香。丁香呢，乃會大咁貴，就滷水熬落，直接流啲落之後，伊係變生。花椒、八角、桂皮、甘草、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经过反复的调试，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配上这一锅好卤水，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卤制好的狮头鹅，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在潮汕地区，卤鹅都是冷吃的，挂上一会儿晾凉，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生意好时，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好鹅肉常有，老鹅头难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得提前预定才有。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紧实有弹性。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紧致的鹅脖，细嫩的鹅肉，富有胶质的鹅皮，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感受到的不是咸，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卤水递进的口感，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越吃越香，越嚼越美味。潮式卤味味浓香软，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深得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飘香300多年。